大家好，我是收藏小哥。每个盯着上镜呢，还感觉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宝贝啊，也是我最近收藏的一件宝贝，在这大家看一下。可能很多人很陌生啊，我经常做一些瓷器的盘子。那么说到这个宝贝是啥呢？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啊，可以放大的看一下。这是一件清中期的漆器啊，我就不卖关子了，叫雕漆啊，雕漆工艺的一件艺术品，非常的棒啊。因为前几天我做过几期这个木雕的东西啊，今天为什么要做它呢？因为这个漆器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属于漆器工艺里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它的年份横跨唐宋元明清，而且到了乾隆时期呢，它会作为一个宫廷御用的一个艺术品，一个器物。那么很荣幸的是，我这一个就是清中期的，从它的人物开脸可以露一下，明显的乾隆时期的一个雕件啊。大家可能注意了，我这边还有一个啊，为什么会有两件东西？你听我慢慢的讲。这个漆器啊，在制作起来不比瓷器说省事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制作一件漆器的话它需要首先要制胎啊。那么我这一件是一个铜胎的一个雕漆的一个漆器铜胎，也就是说它整个内部都是铜的。先得制这个胚，而且你发现了，这是一个魁口的就花边的。先制这个铜就是匠人们在刚开始外面没有漆，会拿这个锤子一点一点的敲出这个形状来有的时候为了保证它不氧化，可能还会鎏银鎏金，有这种工艺鎏完了以后呢，再往上刷漆，一遍一遍的刷。每刷完一遍得晾1天，晾到哪里呢？晾到一个带有湿气非常潮湿，而且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环境，让它慢慢的干。这个东西就很奇怪了，有些人会说你风干它不行吗？不行，因为在潮湿的环境中去干燥的话，它的漆非常稳定。也就是说，刷一遍漆干燥，刷一遍漆干燥，每刷一遍需要24小时。有可能这一个盘子刷完的话，可能能达到30天到2个月才能就把整个漆刷完。刷完了怎么办呢？刷完了以后呢，你们可能就想到了，会用这个雕刻的师傅一般来说呢，会这种宫廷的这种牙雕的师傅去雕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雕。雕漆器需要非常娴熟的技艺的老师傅现在基本上都失传了。雕的时候这个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雕的时候这个漆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硬如果太硬的话，雕不动，还容易崩了。如果太湿的话呢，又不好雕，所以说得掌握这个火候去稍微有一笔的败笔，可能整个艺术品就完蛋了大家凑近了看一下这是清中期的一件漆器的作品雕工可以说是一流你看这个人物的刻画开脸，包括这个山水包括这边上这个产之莲的饰纹后边都是一点一点雕完的纯手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优美和漂亮。漆器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不怕腐蚀，不怕潮湿，不怕干燥乾隆距今到现在为止200-300年的历史依然保存如故，但是明显带有的那种历史的痕迹给人一种那种沉稳大气一看就是说属于精美的那种古董的感觉为什么人们喜欢古董呢？第一就是它的年份感觉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的躺在那里，见证着这个世事的变迁它依然到现在为止熠熠生辉刚才我说了，把这个放在这儿。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我还拿一个这个有些朋友说到时候你得做一下这个真假的鉴定看一下。第一，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也是一个漆器的一个碗，这是一个赏盘。第一，它的颜色不一样，当然颜色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说有年份的颜色一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种历史的痕迹。一看这个，最起码它这个年份要浅如果懂得一看，可能觉得是70-80年代的东西但这都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做旧的话，也能做成这种颜色，但是没有那种历史氛围没有那种历史的互动感。但是我教大家一点你同样去摸上去，你感觉这个是饱满的，特别的柔滑顺畅。而作为这个新的来说手头也不一样，一掂的话它扎手。再一个看一下这一件就是之前台湾做的一个漆器，很多人难以分辨看着雕的也不错，其实这是扣模的扣模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这个地方是直的，因为利于把模具扒下来。而这个纯手工雕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往里边延展的往里边伸的，而且花纹十分的融杂看一下。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看它这是凹进去一点的，不是那种模具的。其实说，而且它这个刀的这个斗笔也是非常流畅跟这个可以对比一下，完全不一样
这一个其实不能说是就是现代或者怎么样，有一定的年份，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是台湾的时候啊仿制的一批，所以说这个艺术价值就很少的。虽然也是铜胎的，但模具压制的没有灵魂，还是说这一点完美啊，给人的感觉摸上去有那种婴儿肌肤的感觉啊，看上去好像类似什么，但你摸上去是十分舒服的。今天这干货就到这啊！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